越敢做空女人的男人，就越能够俘虏女人的真心。如果说你总是在感情里面不断的加码投入，那极有可能会血本无归。我们都知道啊，做空是一种金融策略，预判未来股价变差，通过高卖低买去赚差价。那这和感情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感情跟这个关系大了。大部分兄弟在关系里面呢，都是单向盼着感情这只股去往上涨，但从来没有想过如何去反向操盘。而女生天生就懂做空，她明明就喜欢你，但是她却能够轻易的说出她要离开你，她不想继续了啊！就这种类型的话，难道她不怕真的分开吗？对，她还真不怕。这个就是做空啊，这个就是在干嘛？刀尖舔血，看似推开，实则强势进攻，让你越发的上头。人性法则就是如此的，你越表现的离不开，他就越敢掠你。你越是无所谓啊，越是不怕失去，那对方就反而越在乎你。当然了，这个度啊需要把控，光讲理论呢太抽象了。接下来我想用一个真实的 case 啊，就让你看懂做空到底是怎么做的。你们要认真看啊，哪怕看懂了一半啊，至少对你的帮助都是非常大的。今天我们要讲这位兄弟呢，我们就叫他森哥啊，92年的，做电力工程。平时为了应酬甲方，我说实话，经常去就是商 OK 啊，都成 VIP 了。那所以这个呢，就导致了森哥对感情的态度就是一句话：钱到位，感情自然就到位了。但是有一次呢，他就碰上了一个硬茬了啊，这个就是在跟他朋友聚会上面，他认识了一个女生，是个2代。留子刚回来，本来学的又是语言，所以直接开了一间雅思培训工作室啊。虽然女生小他10来岁，但是这姑娘气质谈吐远超同龄人，而且女生家里呢也是做工程的，所以两人一搭话，就认识了啊。聊的说实话，第一次聊的确实比较投机啊。森哥是非常欣赏这个女生的，逐渐也就上头了。当然拿以往的打法肯定就行不通了。送礼物呢，人家不缺，人家也不缺钱，对不对？只是象征性的，就好像一共送了好几次，就收了1次吧。他想转变一些打法，但是我说实话，效果甚微啊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聊天记录啊。我说实话，毕竟像森哥这样的人啊，就是他想转变打法，他以为他转变了，其实底层逻辑是没有转变的。毕竟他曾经的恋爱经历会让他以为他很强，但是实际上曾经的那一波人吃的是那一套而已，但凡你换一波人，完全就不吃了。我们来看一下特别搞笑啊，这个聊天记录里面是这样说的：忙完了吗？今天有点凉，我去接你，咱吃火锅去啊。不用了哥，我最近减脂呢啊，不吃了。那吃西餐怎么样？我知道有家牛排挺不错的。当时隔了半个多小时啊，就说真不用了，我都快到家了，我准备吃点水果就好了。行吧，我还说等你呢，要不周末再约。这个时候隔了1个小时，人家才回复啊，说到时候看嘛，周末可能要跟家里人吃饭，你快去吃饭吧。森哥说 OK， 到时候联系。之后呢，这个女生肯定是只字未提约饭的事儿啊。周末呢还直接发了一条朋友圈，跟一堆朋友去山里泡温泉，还有一张单独跟其他男生的合照，就是这个女生她的自拍，有一个男生在她后面对着镜头比了个耶，看起来说实话，这个照片还是有点暧昧感的。那森哥当时看到之后直接气炸了，但是呢又不甘心就这么就算了啊。森哥确实很喜欢这个姑娘，可是自己属实没招了呀，饭吃不好，觉也睡不好，太内耗了，实在撑不住了，于是呢找到了我啊。我当时呢就帮他分析了啊，我就说你俩在聚会上认识，还能一直保持来往，说明你身上一定有地方是能够吸引得到他的，否则作为这一类型的女孩直接就不理你了，对不对？但他后来敢敷衍你，甚至是发朋友圈都不带屏蔽你的，就是因为你从头到尾都把喜欢写在了脸上，你不断的加码付出，让他觉得你好像是非他不可，你自然就掉价了，他自然呢也就敢随便的消耗你了。在我接手之后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你们知道什么吗？就是让兄弟先停止他所有的加仓，学会做空，然后再给他做全方位的提升。出有成效之后啊，就开始了1v1的聊天指导啊，叫做做空关系。第一步呢，小事做空大事，没事做空有事。我们当时是这样跟女生开启聊天的啊，直接就说痛吗？有个急事儿啊。我们呢就装作很急的样子要去找这个女生帮忙
那对方看到了之后肯定会第一时间回复，对吧？毕竟你对他不错，别的不说，帮个小忙还是能够答应的果然女生当时直接就秒回了，说咋了那我们呢就故意等了一会儿，等他担心的情绪上来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再回复说，你可以给我发一句宝宝我好想你吗？女生当时直接就是什么情况然后发了好几个问号。那女生肯定直接就懵了呀，她看不懂我们到底在打什么算盘，不过她肯定是不可能直接答应这种要求的，所以咱们呢这个时候再不慌不忙的去跟她讲，刚刚吃饭我二叔非要跟我介绍对象，让我周末要去见见，这种事儿我向来不喜欢被人安排，但又不好直接拒绝，于是我就脱口而出说我有对象了，他就非要看看我的对象是啥样。我爸当时刚好也在场，他真的太精了，也不信我，让我必须周末要去。 OK， 那这不就是想找你要个截图吗？就当江湖救急咯OK， 兄弟们，你们一定要记住，这样开启聊天，我说实话百试百灵的。这里面呢还涵盖了做空的第二步就是没市场做空有市场，没脾气做空有脾气。这段聊天背后的思路是这样的，首先表明你是有异性市场的，不是非他不可。其次你是有脾气有思想的，不会因为家人的安排就妥协了，很贴合二代的独立属性。最后呢，虽然我们要求有点怪但是只是借来应付家人又不公开，对不对？对方是不太好拒绝的。实在不行呢，你就说到时候把头像马赛克掉嘛，对吧？他也就没有什么理由好拒绝了。毕竟随便找个人呢，点开朋友圈看着也不太合适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更没有理由拒绝了。那女生这里真的想了也没有几分钟吧，直接就说了一句行吧，信你一次就帮你这一次然后就说了宝宝我好想你OK， 到这儿呢，我们的第一次进攻回合就算结束了。不管女生她怎么想，在她敲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她一定会反复的思考，对你到底有没有感觉这个思考的过程就会增加好感。毕竟对于无感的人他连思考都不会有。那后续呢，在我们的指导下，森哥跟女生的关系逐渐就升温了。但一次在线下约会当中呢，又突发状况，差点就前功尽弃了。我给你们讲一下就是有一天森哥跟这个女生一块吃饭的时候，碰见了一个熟人打招呼，而且还对着森哥来了一句什么嫂子真漂亮森哥当时没有反驳，就直接笑了笑。当然这个女生当时也什么都没说森哥当时是非常开心的，还以为这个女生默认了。散场到家以后呢，他跟女生发了这么一句话，森嫂到了吗？结果女生直接回了他说，我觉得你想多了，我们关系不仅没到这一步，也没有可能走到这一步。森哥当时看到这句话直接就懵了就赶紧跑来问我怎么办呢？可能兄弟们你们在这儿听我讲是蛮清楚的，觉得好像是过于激进了，对不对？但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，有时候情绪一上头真的是容易踩坑的。所以森哥的节奏主导力呢，后续说实话是必须得加强的。有时候你感觉好像机会来了，但是咱们还是得缓一缓，这就叫节奏主导力但是呢还好是什么，毕竟有我嘛，所以只能由我来帮他摆平这个烂摊子了我们当时直接回复这个女生，我们就说到底是谁想多了呀？别人随口一句玩笑而已，你较什么真呢？你冲我发什么火呀？女生当时没有想到的是，我们居然倒打一耙直接就怒了然后说我较这儿了呀，还成我的问题了，你凭什么敢这么理直气壮森哥当时是真慌了，就问我会不会翻车呀就跟他说，我说你好好看看，好好学一学这点我们直接一句话绝杀，不好意思，我只是在你写满傲慢的词典里面随便抄了几句。这个就是做空的第三步，有错做空没错，心虚做空硬气。我们要知道跟女生相处，矛盾冲突是避免不了的，无论你们是处在什么阶段关系。所以如果你只会卑微求和，那永远是处于低位的。有时候必须要硬气一点，知道吗？这样他才会去反思他自己。那女人当时过了很久之后呢，就回复说，行，我傲慢，那你以后别找我了。没有按剧本发展，是不是？是焦哥翻车了吗？其实不是只是女人对于做空远比男人更熟练，特别是颜值高、追求者多的女生，她们从小就懂，只要她敢说狠话、说气话，男人立马就会怂，就会道歉男人很容易妥协的，他就能够拿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了，对不对？
所以女生这里呢用的就是第4步，有情做空无情啊，不舍做空舍得，这也是她的绝招啊。她知道自己反应过大了，她也知道你说的是没有问题的，当然她就是要赢啊，她要拿捏你啊，所以她直接掀桌子要退场了，这是她翻盘的大招，在她过往的经历当中百试百灵，因为没有男人敢承受这个血本无归的结果。当然很可惜啊，他今天遇到我了，所以我当时就让森哥直接以牙还牙，也用做空的第4步跟女生魔法对轰。那到此为止吧，还是之前那个小伙适合你，他吃你这一套。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，这句话呢是森哥他自己回的，有点意思是吧？啊，这里不仅延续了做空的策略，还做了一个升级。我不仅要推开你，我还要指名道姓的把你推到情敌的怀里，这样看起来呢，就是我更不怕失去你了。而且顺便提一嘴，之前那个小伙子啊，他也配跟我争吗？啊，他顶多算是一个捡漏的，捡我吃剩的。那这句话发出去之后啊，女生先是问了一句说：“你确定吗？”看到没有？其实女生是有点露怯的，她但凡真的很不爽的话，她直接不回了，也不理，拉黑删除，对不对啊？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敢这样掀桌子的男人啊。然后森哥呢，他直接也没有理他了啊。没过多久啊，这个女生气的电话直接打过来了，先是一顿责骂责怪，但是没多讲几句之后，语气里面就满是委屈啊。然后干嘛呢？这两人就约着要见面。干嘛？当面说清楚啊！可是当时是凌晨12点。OK， 这个 case 我讲到这里就 OK 了，你们只用 get 到这个点就可以了。我们这个做空思路其实蛮简单的，希望能够帮到你们。只是这个思路，我说实话，之前我讲过一次，好像挺多兄弟用傻屁了吧？因为语言和节奏的把控才是最重要的，知道吧？啊，这也是为什么要让你们一定要去懂人性。弱者呢会困于情绪，强者都是利用人性主导关系。我是焦哥，期待与你同行，下课。